泡面绝对是食物界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撕开包装，倒入碗里，冲入热水，最快3分钟你就能饱餐一顿。而且这玩意儿还有种魔力，一段时间不吃，再想起来就会馋得不行。但即使如此，对咱中国人来说，泡面始终是垃圾食品，偶尔才会吃一次。不过，在饮食文化上与中国总起争端的韩国却恰恰相反，泡面可是思密达们的宝贝。根据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与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的数据，每个韩国人一年平均要吃掉80袋泡面，相当于5天吃一顿。因此，韩国泡面产业非常发达，诞生了农心、三养之类的巨头，并风靡全球。哪怕是咱们中国，即使双方关系再紧张，也对韩国泡面需求极其热烈。目前，中国的进口泡面市场中，韩国泡面份额约50%，排位第一。而要说到韩国最受欢迎的泡面品牌，农心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的数据显示，农心以49.5%的比例占据了韩国方便面市场的第一位。农心旗下的辛拉面更是韩国的国民级食品，在全球其他100多个国家有着极高人气。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就以农心的品牌故事为主，顺带讲解下三养，带大家了解泡面是如何成为韩国美食标签的。许多人第一次接触农心的辛拉面，大概会认为辛字是形容面的辛辣口味。其实除此之外，它还代表创始人辛春浩的姓氏。拉面王辛春浩和农心的发家史，也正是韩国近半个世纪国运的缩影，背后藏着太多有意思的故事。说到这儿，再顺便科普个小知识。拉面在中日韩3个国家代表的东西都不相同。中国的拉面更多指制面的工艺，理论上面团拉出来的都叫拉面，典型如遍布全国的兰州拉面。日本的拉面则是用机器压制而成的面条，汤底浓厚和配菜丰富。韩国的拉面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简单粗暴地理解成泡面就行了。所以视频里接下来提到的拉面，非特殊说明等同泡面。韩国人爱吃泡面，其实是受日本人影响。话说2战之后，韩国满目疮痍，特别是50年代被朝鲜胖揍一顿后，更加的穷困潦倒，社会饥饿问题非常严重，甚至要排队去买美军厨余或烧水做的剩饭粥。韩国三养食品的全仲润看到这个现象非常痛心，下定决心一定要解决人们的饥饿问题。1959年，全仲润访问日本，第一次尝到了方便面，认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饥饿问题的食品。回国自研无果后，他向政府借款5万美元，从日本购入了全套的泡面生产技术和设备。1963年，韩国第一款泡面三养拉面问世。然而，韩国人并不买账，因为朝鲜半岛不适合种小麦，老百姓习惯以米饭为主食，无法接受正餐吃泡面。但傲娇的韩国人没坚持几年，就被美国人干妥协了。众所周知，韩国受美国扶持，一切都要听美国爸爸的话，包括粮食援助。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小麦储备过剩，为了消化库存，美国从1956年起就大量向韩国援助面粉，并试图改变韩国人的饮食结构，让他们多吃汉堡和面包。但受制于韩国饮食传统，一直推行不顺。直到60年代，韩国婴儿潮来袭，人口大幅增长，大米严重短缺，韩国政府不得不听美国人的话，实行混粉食鼓励运动，其中的粉食指的就是面粉制品。当时虽说鼓励吃面食，但执行起来却带有强制，比如每周2次实行无米日，禁止餐馆提供米饭，甚至还检查学生的饭盒。同时，韩国政府积极宣传大米有害，吃多了会影响智力，面食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标配等愚民言论。在此背景下，做泡面的三养也抓住机会，多加辣椒粉以适应韩国人口味，并配合政府大力发起拉面是第2大米饭的广告宣传。强有力的政策驱动和洗脑下，韩国人不得不吃起了面食。但西方的汉堡、面包啥的实在不合胃口，反而三养调整口味后的廉价泡面成为了人们的新选择。三养的销量也因此实现了爆发式增长，1966年卖出了240万份，到了1969年就卖到1500万份。市场教育完成后，不少其他韩国财阀看上了泡面这门生意。从1965年开始，市场上陆续出现了很多新面孔，比如丰年拉面、新韩拉面、阿里郎拉面、快乐拉面、星星拉面和乐天拉面等。但三养作为韩国泡面行业的第一人，早已在老百姓心中成为泡面的代名词，占据超80%的市场份额，其他品牌很难挑战它的地位。唯有农心是个例外。经过这么长的铺垫，主角终于登场了。不过，韩国财阀之间的关系实在太复杂，
讲农心之前，还得简单讲下乐天集团，就是2017年因萨德事件受到中国人集体抵制的那个乐天集团，韩国5大知名财阀集团之一。乐天集团的创始人叫做辛格浩，他出生于韩国，但基本算是个日本人。他娶了日本妻子，还改了日本名字，在日本做口香糖起家，曾经是日本10大财阀之一。1958年，辛格浩出资让小自己2岁的弟弟辛哲浩在韩国成立乐天株式会社，但弟弟伪造文件，试图霸占公司。辛格浩发现后，心狠手辣地把弟弟送进了监狱。然后他又找到自己的二弟辛冲浩，请求帮忙打理乐天。二弟比较老实，能力也很强，在他的管理下，食品零售成为乐天集团最赚钱的一块业务。当时的情况大家可以这么理解：辛格浩待在日本享受生活，遥控二弟辛冲浩打理乐天韩国业务。就这样维持到1967年，日韩关系缓和，战后的韩国也变成了投资的热土。辛格浩决定回到韩国，亲手复制他在日本的商业版图。话说，彼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正在推行政府加财团的经济发展模式。辛格浩回到韩国，就相当于为祖国投资的爱国商人，事业前途一片大好，数不清的机遇摆在面前。但他毕竟在日本待久了，想要在韩国开辟事业，离不开二弟辛冲浩的帮助。结果呢，辛冲浩不愿意追随哥哥了，他想自己做泡面。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政府鼓励食用面食，三养崛起，泡面市场迎来史无前例的大风口。辛冲浩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辛格浩后，引发了他强烈的反对。他觉得二弟脑子进水了，做什么不好，非要做破泡面。哥哥不支持，辛冲浩决定自己干。1965年，他利用乐天的食品工厂成立了自己的乐天食品工业公司，推出乐天拉面与三养竞争，还成立拉面研究所，专门研制口味配方。不过三养名声实在太大，乐天被老百姓当作山寨货，根本卖不动。辛冲浩只好另辟蹊径，从口味上做突破。他发现三养用的日本技术鸡汤打底，即使加了辣椒粉，味道还是偏淡，对吃惯了泡菜的韩国人而言，并非最佳选项。1970年，辛冲浩研发的牛肉拉面和炸酱拉面上市，丰富复合的口味突然打开了韩国人的味蕾，成为韩国众多泡面品牌中少有能和三养对抗的之一。1971年，辛冲浩全身心投入到泡面事业中，他不分昼夜地待在工厂研发新产品。然而不久后，哥哥愤怒地找上了他，因为同一时间，辛格浩的事业越做越庞大，背靠韩国政府盖起了韩国第一座5星级酒店，迈入地产行业，并继续向百货、物流、石化等行业发展，急需能力出众的二弟帮忙打理日益庞大的集团。但他万万没想到，二弟竟然不听他的话，真去做泡面生意了，而且越做越大。他狠狠斥责了二弟的背叛，并禁止二弟使用乐天商标和工厂。1978年，辛冲浩只好把泡面业务独立出来，改名农心继续发展。他们兄弟俩也因此彻底撕破脸，老死不相往来。多年之后，辛冲浩甚至连父亲和哥哥的葬礼都没有参加。回到故事主线，农心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水平，字面意思农民的心，深受韩国人喜欢。之所以这么说，要和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70年代后期的韩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民一批批的进城务工。可彼时的韩国劳动法被漠视，工人不但要忍受恶劣危险的生产环境，还被迫自愿加班，一周平均工作时长高达53小时，甚至连续通宵加班，要服用一种叫定时的防瞌睡药片。但即使如此，公司也只能勉强能够维生，还要忍受城里人的歧视。于是农心就针对农民工群体推出加量不加价的泡面，再结合品牌名称，营造同情尊重农民的品牌人设，很快吸引了农民工群体的广泛支持。进入80年代，农心产量愈发供不应求，在京畿道南段的安城建了新工厂扩产。为了纪念工厂的建成，也有点向工人致敬的意思，农心在1983年推出了一款名为安城汤面的新款泡面。新品以咸味为基调，使用豆酱调味，类似韩式大酱汤的味道。这可不得了，非常的对味，直击韩国消费者的痛点。它真正实现了用泡面代替米饭成为正餐的一种，而且泡面汤单独倒出来又能变成例汤，实现一举两得的效果。辛冲浩意识到这是个爆品后，不断更新口味，疯狂打广告。广告语翻译成中文，大致意思是非常适合我的口味，农心安城汤面。类似于飞鹤奶粉的那句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一系列措施下，安城汤面横扫一切竞争对手，农心也在1年半后市场份额飙升到40.4%之高。但这还不够，
要说农心最成功的产品，还得1986年上市的辛拉面。自安城拉面成爆款后，农心就找到了流量密码，即一定要做符合韩国人口味和饮食习惯的产品。于是他们加码辣度，辛春浩亲自带队研发，前后经历了200多次的实验，做出这一款石锅辣牛肉拉面。考虑到韩国人泡面拌米饭的习惯，还特调了韩式浓汤的底味，延续拉面汤替代例汤的理念。一开始员工试吃觉得太辣，市场可能无法接受，但辛春浩却对自己的产品充满信心，一锤定音取名辛拉面，一是展现自己的姓氏，二是表达辛辣之意。然而辛春浩失算了，辛拉面上市之后销量很一般，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韩国政府意外送上了泼天的流量。话说当年韩国正在举办汉城亚运会，时任总统全斗焕为了向外界展示韩国惊人的发展速度，他提出了一句口号，让老外来见识一下我们韩国人的热辣吧。一时间辣成了韩餐的标志性味道，而辛拉面作为亚运会官方拉面供应商，也正好赶上了这股辛辣韩流。2年后，韩国迎来汉城奥运会，农心再次当选赞助商，高频率出现在纸媒和电视屏幕上，洗脑每一个韩国人，销量一路狂飙，1年中增长6倍。而且奥运会的赞助让外国人认识到了这个品牌，辛拉面也顺着韩流走出韩国，火到全球。更绝的是，1989年韩国爆发了泡面行业危机，阴差阳错地成就了农心在韩国泡面领域的绝对霸主。事情是这样的，当年汉城地方检察厅收到一份匿名举报信，信中揭露了韩国泡面行业包括三养在内多个厂商大规模使用工业牛油制作面饼的信息。这件事引发了韩国社会广泛关注，相关部门调查后发现，韩国几乎全部泡面厂商都受到波及，唯独农心是个例外，只有农心从最初就老老实实的使用棕榈油。自此三养遭到人们抵制，农心成大赢家，稳坐韩国泡面之王宝座。农心火到什么程度呢？给大家举个例子，数据显示，农心旗下仅辛拉面一款大单品，在1991年韩国市场份额干到第一后，至今连续34年从未被超越。截至2023年，辛拉面已销售到100多个国家，成为全球泡面市场无可争议的现象级产品。此外，农心还非常擅长营销。2019年，韩国电影《寄生虫》大火，片中的富人家用农心的炸酱方便面和乌冬方便面一起烹煮的吃法，掀起了一股泡面新风潮，拉动了农心集团当年20%的销售额。次年，《寄生虫》获得奥斯卡大奖，电影里的吃法火到了国外，甚至《纽约时报》还举办了一场泡面品鉴会，而获得冠军的终极美食就是辛拉面。看不懂，真的看不懂，泡面竟然能成为终极美食。故事到最后，再说个反常识的，别看韩国就那么点大，但泡面产业高度发达，崛起了多个行业巨头。哪怕农心一家独大，竞争对手也在细分赛道做得风生水起。当地排名第2的品牌叫做不倒翁，份额约26%，成立于1967年，特点是产品线多样化，在芝士面和海鲜面上遥遥领先。排名第3的是三养，当年工业牛油事件对三养打击很大，很长时间没能恢复起来，一直到2012年，三养火鸡面上市才算翻身。三养火鸡面的受欢迎程度不用多说了吧，以绝对优势领先友商，根本没有对手。去年在中国整体销量超过2.57亿份，甚至卖饮料的日本养乐多韩国分公司也在80年代闯入泡面行业，旗下品牌八道的炸酱面和拌面比较出色，其中有款拌面开发灵感来源于朝鲜冷面，主打冷吃，目前牢牢占据凉拌面赛道的老大地位。总体来说，韩国泡面品牌众多，各有特色，在各自擅长的品类疯狂生长，而且很会营销，出海做得非常棒。对于同样品牌众多的中国泡面来说，如何从韩国市场中学习，将泡面做出差异，做出创新，走向全球，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